花季少女为何被100岁老人侵犯？海外高管面试官居然是一只猫。一位女士的眼泪可以凝聚成瀑布，朦胧的复活像极了耶稣。欢迎收看本期《权力游戏》第1季，原著你不知道117个有趣细节。我是托尔金。铁王座的铸造非常传奇，它是在黑死神贝勒里恩的轮火中炼下，用1000把剑花费了59天铸成的。椅子非常不舒服，因为征服者伊耿希望后世的国王时刻居安思危。长城外的巨人身高平均12到13尺，大概3.7米到4米，看不出男女，因为女巨人也长胡子，有时会抓人类男性配种，所以有人长得贼高，是因为有巨人血统。剧里学生们穿的都很朴素，但原著中他们都会穿戴一种叫做颈链的东西，上面会串着很多异色金属，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领域的知识，比如黄金代表财务，白银代表医术，钢铁代表军事。被异鬼用死亡魔法复活的尸体被称作尸鬼，尸鬼的身体不会腐烂和发臭，并且眼睛会变成圣人的蓝色，浑身散发人类感受不到的死亡气息，让动物不敢靠近，比如马匹和猎犬。总司令送给琼恩的瓦雷利亚钢剑长爪是一柄1手半剑，剑身开了3道深深的凹槽，这把剑在莫尔蒙家已经有500年的历史了，比寒冰还要久远，寒冰400年。尸鬼虽然极难被物理杀死，但很容易点着，他们浑身不知道是尸油还是什么，一沾上火就会瞬间点燃全身。多斯拉克人的红十字会是一群手拿巨斧收割人头的大汉，职称叫贾卡朗，他们会亲切地为伤者指明天堂的方向，然后送他们上路。贾卡朗身后还专门跟了一群小女孩回收剑矢，在之后还跟了一大群恶犬打扫战场，可以说是一站式服务。劳勃被野猪刺伤，剧里看不出来有多严重，原著中描述他的伤口从下体一直延伸到了胸部。林东城的神木林有一座天然的地底温泉，平时住满有3个小水池，阿多喜欢在那里泡澡，每次池水里有旗袍上浮，阿多就打嗝呼应。林东城的鲁恩学士有很多方面的知识，比如历史、医学、植物、动物、建筑、航海、天文，他还说学城还有额外1000种知识可以令人学习。乔大帝不愧是千古明君，他登基后处理案件非常高效，主打一个逻辑清晰，比如说代入一下小偷应该没有手，唱骚歌的应该没有舌头，以及罪犯的老婆也是罪犯。在权力的游戏世界中，时间一共有着3个纪元：黎明纪元、英雄纪元、征服纪元。最早的时代叫做黎明纪元，当时统治世界的是森林之子，他们是一种类似自然精灵的物种，普遍身材矮小，最高大的也不过人类孩童的身高，居住在森林沼泽洞穴，天性和平，与世无争，使用黑曜石和榆梁木做的弓箭和长矛，比较原始，但掌握有强大的魔法。在森林之子之后，大概12000年前，第一批人类叫做先命的物种从东方横跨多恩来到了维斯特罗，他们带来了青铜和火焰，全面克制森林之子。在与人类的战斗中，森林之子使用了强大的魔法，使海平面上升，淹没了被称作多恩之壁的连接东西2块大陆的所有土地。最后双方在一个叫做神眼湖的区域签订了和平盟约，森林之子继续保留森林，人类则掌握所有的平原、海岸和山川，逐渐信奉森林之子的古老旧神。到此结束了黎明时代，进入了英雄纪元。在此之后大概8000年，新的入侵者安达尔人从东方登陆，他们带来了7神信仰和金刚武器，征服了除北境以外的所有南方王国，大肆捕杀森林之子，把古老的旧神赶回了北方。到了约300年前，征服者伊耿带领姐妹和拥有毁灭性杀力的3头龙贝勒里恩、米拉西斯、瓦格哈尔统一了全维斯特洛，进入了征服纪元。7国之一的河间地公爵图利家族是在300年前成为河间地主君的，在这之前统治河间地的是赫伦堡的赫伦家族，因为最后一任君主黑心赫伦过于残暴，所以图利家首先投奔了征服者伊耿，最后被封为河间地公爵。征服者伊耿杀死河间地国王黑心赫伦的时候，当时的守夜人司令其实是赫伦的兄弟，他也手握1万精兵，但为了守望长城的责任没有掺和进去。铁群岛实行双王共和制，在古代铁群岛每座岛屿其实都是独立的王国，有自己的海阎王和盘阎王，盘阎王负责内务和秩序，海阎王负责军事和劫掠。所有群岛的至高统领由大议会选出，但在5000年前，葛伦乔伊家族的乌伦王在会议上杀死了所有议员，统一了铁群岛，让选举变成了世袭。除了乔弗里这个假拜拉席恩外，上次拜拉席恩家族和兰尼斯特结合分别是90年前和120年前，但无一例外所生的孩子都是黑发，这也就解释了琼恩·艾琳死前所说的种姓强韧什么意思。龙族第9位国王受神祝福的贝勒曾经下令全面停用乌鸦，改用鸽子送信，但失败了，原因是他信教信邪了，觉得乌鸦会吃尸体是不祥的，鸽子是卡哇伊的。守夜人的分工有3种：事务官、工匠、游骑兵。
事务官维持军团内的各类生活内务，工匠负责武器装备和防御工事的维护，游骑兵负责探索和战斗，以上都需要完成新人训练后才能分配。山姆初期没毕业，需要继续训练，但琼恩怕他被新人教官艾丽莎针对被打死，找到了伊蒙学士，跟他隔空面试起了山姆，说他会阅读，懂算术，比你现在的助手一个不识字，一个视力差的好太多。伊蒙学士觉得有道理，就给山姆特招了。原来的助手被送去喂狗，不是养狗。很多年前，守夜人会专门出长城外的鬼影森林，从里面的冰湖里拉出冰块，一层一层的把长城砌高。但现在技术退步了，只能边巡逻边修补补的。距离这个琼恩的守夜人好兄弟戴利恩被发配过来的原因是，他和一个伯爵的女儿在一起之后，那个女生不知道为什么反悔了，诬告了他。琼恩宣誓的余梁木林在长城以北半里格，大概是 2.4 公里，是由9棵余梁树缠绕在一起组成的。而即使在信奉旧神的北境，也没有人见过这种树会长在一起，这里就像是旧神的起源地一样。琼恩扮鬼下过山沙，小时候在林东城，罗伯曾经带着山沙、艾利亚、布兰还有瑞肯探险，地点在地下的古老木窖，而琼恩则全身撒满面粉，装鬼吓他们。艾利亚倒没事，给山沙吓跑了。总司令为了寻找到班扬史塔克，命令游骑兵搜索这片神木林方圆10里格的范围，大概是48公里。原著中教官艾丽莎在知道奈德叛国的消息后，立刻开始挑衅琼恩，气得琼恩直接跳上桌子踢翻了艾丽莎的碗，说你吃个屁，然后就要拿刀扎死他。艾丽莎这么讨厌琼恩的原因，其实是她是坦格利安家族的忠实拥护者，而奈德和劳勃则是一起起义的叛军，所以奈德的私生子让她非常反感。琼恩袭击教官被关禁闭后，这个守门的侍卫被尸鬼袭击，头被水平旋转了180度。总司令的乌鸦经常撒谎，他在司令喂食完之后还会接着向琼恩撒谎没看饭呢，然后继续索要食物。琼恩似乎也是梦行者，奈德死之前他好几次梦见奈德变成了一具尸体。琼恩是几千年来第一个烧掉总司令卧室的守夜人，在这之后莫尔蒙就从司令塔改住到国王塔了。除了琼恩烧死的那一只，另一只尸鬼被一个叫杰瑞米莱克的人砍掉了脑袋，但还是没有死，最后被10几个守夜人砍成了皮肤碎片。雪诺为了给奈德报仇，想当逃兵南下支援罗伯，但伊蒙学士和总司令其实都知道，他俩专门派了个人跟踪他，打赌他会不会走。伊蒙压他会走，总司令压他会回来，其实他俩都压对了。总司令对晚上私自外出的守夜人其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他说，如果每个晚上都把偷偷溜出去的人砍头的话，那长城只能靠鬼魂来守卫了。这场生吃马心的仪式前，罗妈其实提前了2个月做准备，期间她的食物都是马血旺，提前让自己习惯血腥味，然后就是干嚼马肉干，在仪式开始之前还饿了一整天。吃完心脏后，龙妈还去了多斯拉克的圣湖沐浴，洗涤自身和胎儿。完事，卓哥还非常逆天的抱起了龙妈，现场嘟应了3下才结束仪式。马老爷子果然精神状态不可名状啊，佩服佩服。原著中维赛里斯在多斯拉克圣城拔剑的原因是乔拉怕他在卡奥的宴会前惹出事情，劝他安分点。不过因为在场有5000人，环境非常嘈杂，乔拉就向维赛里斯吼了2句，结果维赛里斯应激了，双方扭打在一块儿。维赛里斯被打倒后立刻拔出了长剑。卓格卡奥在草原上的娱乐活动一般是狩猎，而对象是这种大白狮子。多斯拉克人没有贸易的概念，他们只知道赠送和接受礼物。一般在多斯拉克圣城做生意的外地人需要向当地祭司们赠送盐、银和种子，其实性质就是交税。多斯拉克人的事迹堪比对角巷，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和人口，人种比如皮肤黝黑的亚夏人、高大白皙的奎尔斯人、奇装异服的夷地人、乳头穿铁环、两颊镶红玉的处女战士、浑身刺青、脸戴面具的阴影之民。神奇动物则包括19蝎尾兽、大灰象、斑马。龙妈最喜欢在集市里吃一些叫做树卵、绿面条和蝗虫馅饼的小吃，因为从来没有去过维斯洛，还管蛋糕叫蜂蜜棒。龙妈有的时候会经常问观众：“你3连了吗？”乔拉在集市婉拒和丹尼同行后独自行动，龙妈还约他去找 Chicken。劳勃承诺谁杀掉维赛里斯和龙妈就封为贵族，所以他其实欠卓哥一个贵族头衔。乔拉经常因为穿盔甲被多斯拉克人嘲笑是懦夫，然后就把嘲笑他的人给杀死了。卓哥军队在这里攻击的其实是前段时间和他一起在圣城厅堂里喝酒，看起来亲如兄弟的奥戈卡奥部族。他们的规矩就是这样，城里和和气气，城外打打杀杀。卓哥受伤后没有第一时间治疗的原因是他对自己的体质很有自信，把医生赶去给其他战士先治疗了。卡奥是最高的称呼，对标国王，在这之下最高级别叫做寇，对标公爵。寇拥有自己的部落和军力，卡奥死后寇们会争夺地位，整个部落自相残杀。卓哥死后，他手下的寇贾科就成功分得了2万战士，成为了新的卡奥。
这个罗马解救的祭司会很多方面的知识，比如接生、制药、养殖、解剖、黑魔法。他是在亚夏的阴影之地学会的。他给卓哥的治疗方式是先抹一层绿色药膏，缝合伤口，再抹一层红色药膏，再念10天的咒。卓哥受伤感染后体力不支衰落下马，他的侍女小声说了一句他死了吗？结果从来好好先生的丹尼给了他个大嘴巴子。为了进行治疗卓哥的血魔法，丹尼杀掉了阻止他的3名卡奥血盟卫。因为仪式场景太过黑暗，本来只该有卓哥和祭司的帐篷里突然多出来了无数跃动的黑影。血盟卫觉得卡奥会被玷污，然后就硬闯被3杀。电视剧里面拍出来的非常神圣的一幕是龙妈火葬卓哥前做了个梦，梦里维赛里斯的话语一直跟随着他，并且逐渐衰弱。他梦见小时候的住所、哥哥乔拉、儿子雷哥以及历代的坦格利安君王，他们冲他呐喊，让他快跑。在奔跑中，他的肉身逐渐撕裂，从血肉中长出了犄角和鳞片，最后彻底幻化成了魔龙。而醒来后，龙蛋也发生了奇异的变化，龙妈自己能感受到诞生的温热，而乔拉和其他人则不能。龙妈救下的这个女孩的最终结局是被8个人强制毒瘾后，然后嘎了喉咙。卓哥并没有成为植物人，而是在女祭司的黑魔法下成为了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可以行走进食，但没有意识。女祭司说只有龙妈再次怀上她的孩子并献祭才能唤醒她的灵魂，但经过尝试后，龙妈再也没能让卓哥起立过。龙妈在进行最终的献祭仪式时，场景刻画得非常神圣，很像耶稣布道。她先是解放了所有的奴隶，抚慰了他们的心灵，叙述的每一句话语也都像饱含着智慧，让人很自然的想要聆听和追随，并且像多斯拉克人的卡奥一样，接连任命了3个血盟卫。但那3个人因为龙妈是女人不接受，等到龙妈浴火不死，展现了神迹之后，他们又像舔狗一样立刻宣誓效忠了。这个有点蠢萌的牢房看守叫做莫德，原著中他的装备其实是根皮带，经常把提利昂当陀螺玩。有一回抽他的劲儿使大了，打得提利昂眼冒金星，口吐白沫，然后每次送饭还故意把食物抬得很高，让提利昂够不到。审判小恶魔的时候，莱莎穿的是一身黑的丧服，因为他觉得琼恩·艾琳也是提利昂谋杀的，而审判凶手应该穿丧服。艾琳谷有一处6000年的瀑布，这个瀑布叫做阿莱莎之泪，是6000年前艾琳家族一个叫阿莱莎的女人亲眼看见丈夫、兄弟和子女惨遭杀害，却没有留下一滴泪水，于是诸神下令让她死后泪流不止，直到灌满整个峡谷平原和黑色的沃野。莱莎是琼恩·艾琳的第3个老婆，前2任妻子也没有留下任何子嗣，加上莱莎流产的次数也很多，最后才生下小老婆，估计琼恩·艾琳的基因方面有点不太好生育。这一幕中有2个人申请下和提利昂的比武审判，看起来大义凛然的，但其实他俩这会儿都是莱莎的追求者，想骗财产。这个老头叫伊恩·杭特，年纪比琼恩·艾琳还大，这个年轻的叫林恩，有传言说他是 gay。 被波隆从高空扔下去的这个瓦迪斯爵士比波隆大15岁，矮1个脑袋，用的还不是自己的剑，最后还是被一座石像不小心压倒后才被波隆处决的。凯特琳从艾琳谷回来的时候提议带莱莎的儿子去林东城做客，被莱莎威胁要把凯特琳扔下院门。凯特琳的叔叔黑鱼和哥哥霍斯特闹掰的原因是年轻的时候哥哥要给他安排婚姻，他不满意。凯特琳和莱莎、小指头3个人小时候经常没事亲嘴玩，而小指头老是伸舌头。奈德自从腿受伤后，其实睡了6天7夜才醒。当时瑟西还污蔑奈德是逛完妓院之后喝醉酒攻击詹姆的，被奈德反击说我是去看劳勃私生女的，给劳勃整得老尴尬了。你妈！剧里有一段原著里面拍出来的小插曲，就是比武大会上差点被魔山砍死的百花骑士罗拉斯主动申请去抓魔山，但被奈德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需要公正的处理，而不是成为某个人复仇的理由。珊莎觉得应该让百花骑士去抓魔山，因为她想看到童话故事里那种英雄打败邪恶的场景。完事还蛐蛐了一下这个任务的执行者贝里唐德里恩，说他22岁有点老了。珊莎因为说那个被猎狗杀死的屠夫小弟是因为主动攻击乔弗里才被杀的，气的艾莉亚直接扔了个橘子正中他的脑门，然后珊莎恶毒的诅咒艾莉亚，说她应该替自己的冰原狼淑女去死。劳勃去世后，小指头劝说奈德要拉拢君临的都城守备队，防备瑟西政变，而代价是6000金龙，2000给司令，2000给士官，2000给士兵。原著中，奈德在前往王宫大厅和瑟西正式兑现之前，其实已经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在自己的首相塔，因为他觉得别的地方都不安全。当时到场的包括派希尔、巴利斯坦、小指头、瓦里斯。由御林铁卫队长巴利斯坦确认和宣读了劳勃的遗嘱，在这之后才前往王宫大厅，结果还是被背刺了。奈德输得这么彻底的原因其实是出了内鬼。当时奈德在让艾莉亚和珊莎收拾东西准备回北境的时候，珊莎因为很不情愿，就找到了瑟西想办法，无意间把父亲的计划全泄密出去了。
在这之后，珊莎又在瑟西的收尾大会上为了表明立场做切割，说艾莉亚和其他家人身上才有叛国者的血脉，自己没有，并且无脑的把闺蜜珍妮普尔给抖了出去，结果珍妮很悲惨的被卖到了小指头妓院里。艾莉亚的剑术老师西利欧成为布拉福斯的首席剑士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洞察力很强。当时前任首席剑士刚刚去世，布拉福斯的领袖也就是海王召集了很多强大的剑客面试。他出的题目很简单，评价一下自己怀中的这一只猫。其他人都碍于海王的身份吹得各种天花乱坠，但西利欧非常实在的说，这样的猫我每天晚上都能见到几千只，结果被当场录用，因为他并没有被表象所欺骗，洞悉了事物的真相。原著中这几个兰尼斯的士兵也不是被西利欧打晕了，而是扎穿了喉咙，捅穿了左眼，敲碎了膝盖，最后一个被自己人用剑砍翻。在和马林法克特兰的对决中，一个呼吸间，西利欧就接连击中了对方的太阳穴、手肘和喉咙。艾莉亚似乎很早之前就被某位神明眷顾了，在躲避兰尼斯特士兵的逃亡过程中，他很真实的听到有人在他耳边重复西利欧教导他的止如水、静如影的水之舞口诀，把他吓了一大跳。在这之后，他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像隐形了一样安全逃离。猎狗顶替巴利斯坦被封为御林铁卫的时候，当众威胁乔弗里说自己可以当铁卫，但不做骑士宣言。奇妙的是，乔大帝居然没有说什么。君临城的贫民窟叫做跳蚤窝，在那里有很多小型食堂，可以用半只鸟跟里面的厨师换一些昨天的面包和褐汤。褐汤是一种包含大麦、胡萝卜、洋葱、无精的汤品。如果愿意自己拔鸟毛，厨师还可以帮忙把你的那一半鸟烤得香香脆脆的。艾莉亚逃亡的时候，有时候会用面包屑吸引鸟群，然后用木剑击落几只。瑟西在君临港口专门安排了人员假扮林东城的士兵，勾引艾莉亚自投罗网，但被艾莉亚看穿了。奈德被斩首的时候，艾莉亚也没有一动不动地看着他被砍，而是直接跳入人群，拿缝衣针像割草机一样疯狂地挥砍，企图冲出一条前往行刑台的路，最后被守夜人游轮认出控制住了。派希尔把珊莎摸完了，奈德被砍头后，珊莎整个人自闭了，饭也不吃，话也不讲。瑟西让派希尔来给他检查，老东西直接让人把珊莎脱光了，自己摸了个遍。乔弗里砍完奈德之后，珊莎才第一次摆脱了对他的美颜滤镜。之前都觉得他红嫩诱人的嘴唇，现在看起来就像雨后泥土里翻动的蠕虫一样恶心。乔弗里还威胁珊莎，如果他俩投胎是个傻逼，就要砍了珊莎的头。但问题可能不在珊莎那边，因为他自己就是个大傻逼。珊莎被强迫看自己老爹的头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得这么激动，因为这个时候头已经做了防腐处理，已经不太看得出来了。珊莎还一直自我催眠不是父亲的，就很冷静，让乔弗里很失望。卡什塔克家是史塔克家族的分支。罗伯为了救父亲奈德起兵的时候，他们带来了300骑兵和2000步兵参战。北境首富曼德勒家族为罗伯带来了1500名士兵，其中有20名骑士、200名骑兵。罗伯的整体军力在灵东城集合的初期是有12000，只有300-400的骑士。但需要注意的是，北境信奉旧神，不怎么玩骑士那一套，所以骑士比较少，但骑马配枪的骑兵有3000多。瑞肯非常叛逆，在罗伯出征后，他就一直发狂，对别人拳打脚踢的，连老奶妈也不放过。他的冰原狼还到处咬人，被罗文学士关了起来。这场罗伯和手下封臣的对峙戏，罗伯看起来稳的一批，但其实回到房间后腿都软了，跟布兰吐槽，还以为这个大穷人要整死他，而且看到卢斯波顿的时候，还联想起了他家剥皮的场景。野人欧莎在被林东城招安之后，被安排到了厨房工作，因为也信仰旧神，有时为了能到神木林祈祷，经常和厨师盖奇一起运动一下。罗伯在行军途中每天都会邀请一位封臣同行，学习和探讨战略，军事技能快速满级了。黑鱼布林登射掉了所有可疑的传线乌鸦，断绝了兰尼斯特收集情报的可能性。不过这种活还是应该交给剑神。费尔奇不是瓦登弗雷有21个儿子、36个孙子、19个曾孙，以及无数的女儿、孙女、私生子女、私生孙子女。凯特琳的父亲说他是全维斯特罗唯一能生出一支军队的人。瓦德弗雷平时最喜欢口嗨和别人换儿子，说和史塔克换我还剩18个，和兰尼斯特换我还剩19个半。他的新婚妻子是一个16岁的女孩，是他第8任妻子，而他的继承人等他嗝屁已经快40年了。瓦德弗雷以前去找过爱德穆联姻，不过霍斯特没有同意，之后又去了艾林谷，邀请莱莎的儿子小劳勃当他的养子，莱莎也没有同意，2回打脸就记恨上了。罗伯大军通过栾河城的代价是，凯特琳收养弗雷2个7岁和8岁的孙子当养子，大儿子当罗伯的侍从，艾莉亚嫁给幼子，罗伯随便娶一个女生。詹姆和罗伯的第一次交锋，异域森林之战，詹姆有12000的兵力，骑兵2-3千，罗伯方只有4到6千。战役结束后，北境这边除了詹姆，还抓获了3个兰尼斯特亲戚，10几个伯爵，近100个骑士。布兰剑术天分很不错，劳勃到访林东城的时候，他和托曼王子比试过，每次都能拿木剑把托曼打倒。
史塔克家族中很多成员似乎都有森林之子中绿先知的天赋。奈德被斩首的时候，布兰和瑞肯都梦到在灵东城的地窖里看见了父亲。提里昂遇上的这几个野蛮人来自不同的部落，有石鸦部、越人部、黑尔部，但他们统一都怕卓人部，因为卓人部会用火自残来证明勇气，比如在成年礼上烧掉自己的乳头或一根手指，在宴会上吃烧烤 baby。他们的首领提妹则更是高手，在成年礼的时候用烧红的刀子挖掉了自己的左眼，凶残到连波龙都不敢在他旁边喷垃圾话，你就知道什么概念了。石头坡酒馆的老板娘被泰文吊死，占据了酒馆做指挥部。泰文的形象在原著中是光头，两边脸颊带胡子，因为他年老逐渐地中海之后，让理发师剃光了别的毛发，做了造型。第一个传言泰文拉的10里都有金子的人，住在凯岩城最深的地牢中。开除巴利斯坦的时候，兰尼斯特加给了他一块靠海且矿藏丰富的土地做补偿，但老爸没要。泰文对开除巴利斯坦感到非常愤怒，他说不是巴利斯坦服侍国王沾光，而是国王被他服侍沾光，算是人形玉玺了。第一次侍郎开战的绿茶河战役，提里昂被泰文安排成了魔山的手下，送到前线送死，给提里昂气得亲切地祝福他们每个人都被猪肉噎死。开战前期，这群临时参战的野蛮人直接拔了一棵树当烤架，生烤了一头牛做晚餐，但战后这300人只剩下一半了。泰文非常看重波隆的武艺，主动给他配了个马夫和仆人，还坚持要给他个侍从。君临神屌波德瑞克是御前执行官伊林派恩的亲戚。提里昂有一套精心打造的重甲，但在凯岩城战前穿的这一套是拼好命凑的，有的比例不对，有的不成一套，还有一个前活人剩下的护喉。泰文的盔甲非常华丽，2肩和头盔都有一只纯金小狮，披风和甲身都镶满了金线和红宝石。战场上提里昂其实并没有直接被砸昏，而是和几个对手打得有来有回。那个打昏他的骑士后面还要求他投降，但提里昂起身的时候，头盔上的尖刺碰巧扎到了一匹马，马又碰巧把对方压倒了，所以反而是对方投降。魔山对待斥候的态度是没有收集到情报，眼睛不好就挖了给下一个，这样下一个人就有4只眼睛了，再不行就再挖，凑齐6只，以此类推，给泰温都听懵逼了。当詹姆战败的消息被传回兰尼斯特大本营的时候，场面非常搞笑，我再模仿一下。不好啦，他们发动了夜袭！不好啦，他们发动了投石车！不好啦，史塔克有只怪物狼！不好啦，敌方的人质都被解救了！不好啦，我军后方被偷袭了！不好啦，有人叛变了！这个时候，提里昂清楚地看到泰文发光的脑门上一排排冷汗正在直流。马林·法克特兰被刺奈德后被封为了赫伦堡贵族，选了个染血的长枪做家徽，给泰文气炸了，说不可能让一个屠夫的儿子住进赫伦堡，那是国王住的地方，还说要回君临逼他把家徽改成菜刀。好了，以上就是全游第1季所有彩蛋和有趣细节的罗列，下期会开始第2季的内容，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赞、投币、转发、收藏。我是托尔金。